这是一辆收藏版的65年款别克里维埃拉，是60年代奢华豪车的代表之一，一直被马丁的新顾客当宝贝一样的收藏着。可随着时间的变迁，这台车也逃不过被腐蚀的命运，所以车主找到了马丁来帮忙，想让他将车子重建成最初的样子。当他们看到这台代表性的轿车时，员工们触摸着车子爱不释手。没想到在那个缺少技术的年代，竟然能将车子做得这么好。于是大家一起上手，准备将车子拆解。马丁认为，像这样收藏级的汽车，他不能有一丝的偷工减料，决定将车子上的所有东西都拆掉，检查每一处被腐蚀的部分，保证不漏掉任何有损坏的地方，并且将车子送去了喷砂，这样就能把漆面下腐蚀的版面一览无余。而马丁则趁着这个功夫，跑到了工作室开始设计计划。马丁认为这辆车的永恒外观远远领先于时代，是一辆非常有特色的汽车，所以他不准备对外观有所改动，只想为其更换一个大的轮子，让车子看起来更加的有攻击性，再搭配好车子的颜色，就可以让这台车子重回以往的巅峰。但由于在喷砂时发现底盘的腐蚀情况非常的严重，所以马丁为其购买了一个全新的框架，这样就能在大马力大扭矩的前提下杜绝一切未知的隐患。员工们先将发动机安装到底盘上，用纸壳模拟了一下驱动轴，这是为了制作排气系统做的模拟测试，按照底盘的形状提前制作好排气，省得扣上车壳时有不必要的麻烦。可当马丁检查喷好的车壳时，却发现车子的腐蚀情况非常的严重，通常都是在喷砂前感觉车况看起来还不错，喷完后却总让人大失所望，所以他们不得不将腐蚀严重的地方切割下来，去除掉那些旧的令人讨厌的面板，并为其重新更换新的版面。这是钣金大师杰克的拿手好戏，他利用工具将金属板弯折成90度直角，经过简单的处理后，就将其焊接到了车壳上。像这样修修补补的工作，最考验的就是耐心了。如果没有磨好性子，那将是一个痛苦的工作。等杰克将其都焊接好后，就用叉车将车壳端到了底盘上，想将二者组装到一起。这一步对钣金大师来说非常的小心，他不希望组装时有掉落和损坏的事情发生，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可这时还是出现了问题，在安装好车壳的那一刻，发现车壳和后轮轴出现了偏差，所以杰克不得不对车轮的开口进行调整，要在车轮外壳上做一个延伸，这样才能让车轮不会磨到轮胎。杰克为了节省修复的时间，用制作好的铝片来填补缺口，这样焊接好后就和一体车壳一样了。接着杰克准备在车轮的前方做一个小装饰，添加这个类似百叶窗的凹槽，有点模拟60年代的风格，也会融入一点点车厂的元素。像这样的小改动一点也难不到钣金大师，不一会就将其焊接完成。接着就到了铺设底板的阶段，杰克将一块块制作好的金属板都安装上去，并将其焊接到了一起，这看起来非常的专业，真不愧是当地有名的钣金大师。这时内饰的师傅也赶了过来，他拿着座椅框架模拟了一下驾驶座的位置，这样能更好的确定座椅舒适的程度。等这些都被确定好后，杰克就把下面的横梁焊接了上去，接着就开始制作车子的地板。他在切好的金属板上压制了不同方向的凹痕，这个凹痕不仅能让平平无奇的平板更加美观，更主要的是增加了金属板的强度。安装上去后非常的好，各个细节处理的都相当的到位。这时车主也从千里之外的纽约赶到了这里，当他看到杰克的杰作后，也是赞不绝口。像这样纯手工的版面他还是第一次见。据车主介绍，这台车子属于他的父亲，大概是在90年代中期买到的，在2000年父亲去世后，他就一直想修复这台车，直到他看到马丁也有一辆同款63年的别克里维埃拉，所以这才不远千里把车送到了这里。车主在和马丁最后确定了车子的颜色后，就开心的离开了车厂，而此时的内饰部门还在加紧的赶工当中。他根据车主的要求还原出原始座椅的模样，并且还为其增加了一点现代的元素，让座椅看起来不再那么的单调。另一边的杰克也没有闲着，他又给车子想起了新花样，他准备将之前塑料的进气口换成金属板的，因为现在这个看起来不像65年的里维埃拉，它更像2000年的 Camaro， 所以杰克用纸壳重新模拟了一下，然后在金属板上画好相应的形状，不一会一个全新的金属盖就制作好了，扣上去后瞬间回到了当初的感觉。这次他们为这台车也是下了很大的功夫，为了还原车子的经典，每个细节都考虑到了。这时他们将车子推到了拖车上，将其带到了专业的喷漆房。他们在一拿到车子时，就开始剥离并清洁了车子，预先将环氧树脂喷涂回汽车上，然后又在上面喷了一层黑色的底漆。这次他们的选择的面漆是深蓝色的，这种颜色在阳光下会有独特的效果。而此时车厂内也没有闲着，马丁邀请了当地有名的木纹师傅，他要将金属板模拟成木纹的效果。马丁对此也非常的感兴趣，他一直想学习这个制作过程，所以在师傅工作时，马丁都在一旁细心的学习着，看着师傅一刷子一刷子的下去，木纹的形状逐渐显示了出来，不知道的人还真以为是块木头呢。这时送去喷漆的车子也被送了回来，这一闪一闪的镜头我们看着是很快，但像这样的项目他们完成都要大约8个月左右。像这个喷漆都用了7周的时间，不管在什么角度看着漆面都是那么的完美，瞬间让车子变得不再那么普通。接着就到了组装阶段，他们先把发动机安装了上去，这是一台拥有525匹马力 LS3 的发动机，像这样一台大扭矩的引擎，完全可以给这台车子足够的动力。而在安装时他们都十分的小心，生怕在安装过程中有磕碰的情况。等将发动机被安装好后，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启动测试。
这次一次就启动成功了，声音听起来满满的动力感。这时就到了车子的收尾阶段，全体员工都忙活了起来，大家都各司其职，忙的是不亦乐乎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工作，终于将这辆历经8个月的别克里维埃拉修复完成。车子一开始让车主看着有点无语，可当他进入阳光下时，却让他眼前一亮。车子好像在行走时变色一样，让车主十分的喜欢。车子从最开始平平无奇的银色，到现在闪闪发光的深蓝色，简直就是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，并且每一处修复的细节都让车主感到十分的惊讶，迫不及待的上去准备试车。